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嘎，又到了吃晚饭的时间了。那这一次呢，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台湾很传统的美食，就是鱿鱼肉羹。那它的制作方法也蛮简单的，相信大家看完也都可以做出自己的专属口味的鱿鱼肉羹哦。那如果你还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点击一下喜欢和订阅哦。那么首先来介绍这个鱿鱼肉羹需要哪些材料。我们需要的材料有猪肉，我们使用的是猪的梅花肉，大约600克；新鲜的泡鱿鱼1只；竹笋、红萝卜，事先把它切成条状；还有黑木耳。那当然呢，你可以加的东西不止这一些。那我加的都是我喜欢的，还有我们小孩喜欢吃的东西。再来，我们马上来看这道料理怎么做吧。我们首先呢，先来处理鱿鱼。那鱿鱼在切的时候，记得我们要横切，因为我们不希望它卷起来，所以我们在切的时候是使用横切的方式。接下来我们来处理这个竹笋。我们竹笋呢，先从这里把它切开。那这一块呢，我们把它做这个方向直切下去。那在切的时候要注意，就是你的厚薄度尽量均匀。那剩下这一条呢，我们把它直切切半，再切一次，切成1/4。可以看到竹笋这个地方其实都是它的这个外皮哦，这个地方把它切开。那这个皮的部分也是可以吃的啊。然后这是比较中心的部分，这一块也是一样。那新的地方我们要再把它切更薄一点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你如果喜欢吃细一点的话呢，这个皮的地方可以再把它切开。那笋肉的部分呢，你可以直接这样煮也可以哦，就是吃整块的，或者是你要切成条状都可以，就看你喜欢什么样的口感。那这是我们自己要吃的，所以呢，在食材的形状啦，跟你喜欢的口感啦、味道等等，都可以自己去随意的调配变更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们竹笋的部分了。在黑木耳的话呢，也是把它切成条状。那这个黑木耳呢，吃起来口感 QQ 脆脆的，我们家的小孩子都很喜欢吃。所以大部分煮汤我都会加这个黑木耳下去。好了，那黑木耳也准备完成咯。那猪肉的话呢，我们也把它都切成块状了，差不多这个大小，这样我们等一下用机器打呢比较适中。那你要做这个肉羹的话呢，绝对不可以买全部都是瘦的哦，我们要自己做成肉羹。不是吃肉羹所以我们要挑这种比较有一些肥油的。那梅花肉是比较适中的。好，那我们就是要借助这个机器来帮我们把它做成肉羹。先把肉摆进去，让它平铺均匀。然后记得哦，这个肉一定要冰冰的肉哦，你不可以放到回温哦，放到回温再做呢，你就有可能失败了。加一些胡椒粉，然后加大约这个1汤匙的盐巴。那这里我还会加一些白芝麻。那这个道具呢，你可以先把它在这里转一转，它会在里面呢把芝麻磨成粉状，然后再打开倒进去，还蛮方便的。好了，可以开始打咯，盖上盖子，机器放进去。那打的时候要用强的去打。那我们把它打开给它铺好，铺好要继续打这个没那么快。要把它整个打得更细一点，用强的继续打。好，打差不多1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完成了。好，那打好了成品是这个状态就肉呢之间是蛮黏的了。那我们找个塑胶袋把它装起来，把它都盛装出来。
好，那我们肉装袋之后呢，如果还没有马上煮啊，记得都要马上给它放冰箱，不要让它降温哦。好，那我们肉跟肉的部分也完成了。我们先烧一锅热水，准备先来烫鱿鱼，把刚切好的鱿鱼放下去烫熟，那稍微汆烫一下就可以咯。那这边呢，是因为我们如果直接丢到这个羹里面去煮哦，可能羹呢会有腥味，就不好吃了。那烫的时间呢，大约30秒钟就够咯，不要烫太久。烫完之后，我们把它盛装起来，可以备用。等一下来做鱿鱼肉羹。我们接着另外烧一个热水，然后把我们刚刚做的这个肉呢，包在塑胶袋里面绑紧哦。那我们在这里剪一个洞。那剪一个洞之后呢，我们等一下就从这里把肉挤进去哦，做成肉羹哦。哦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好，那我们把它挤到热水中。那这时候操作一定要快一点哦，因为你这个尽量不要让这个生肉让它回温了。我们在它还冰冰的时候，赶快把它做起来。那不用煮太久哈，它已经浮起来好的就可以把它捞起来了。那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做的肉羹哦。那如果觉得太粗了哦，你就再用洞再剪更小。但是你洞如果小的话，你的塑胶袋可能容易破哦，就要用硬一点、尖一点的塑胶袋。好，肉羹的部分完成了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羹汤咯。我们先准备一个锅子烧热水哦，把竹笋丢下去。那因为我们竹笋呢很多哦，我们只要用一半。好，我们就做一次吃的量就好，不要做太多。那剩下的就下次再煮。那煮这个竹笋呢，会需要比较长的时间，大约呢要10分钟以上，才能够把它苦味煮掉。所以煮竹笋的时候不要急，你就放着让它慢慢煮10分钟以上。好，那苦味消失，我们再来煮其他的东西。好啦，我们已经过了10分钟了。那我们接下来就先加入我们这个神秘配方。那我们要加一个神秘配方，就是这个，这个是乌龙面的汤底，是我去日本的时候在一家店里面看到买回来的。后来我做了几次，发现加这个汤底下去，比加烘大喜的煎鱼粉还要好吃。那里面是这样子的包装，上面有说煮的时候你要加多少这样子。就这个东西。那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在卖，那你如果有机会的话，看到可以买哦。那它可以做的东西很多哦，可以做乌龙汤底，或是做关东煮，或是像你要卤东西啦，还有做火锅都可以拿来用。那这边上面都有写哦，你做什么东西需要加多少的量。那依照这个水的量哦，我们是需要加2包。再来，我们先加入红萝卜，再加入黑木耳，然后肉羹就可以加进去了。那样我们这个肉是比较多的，我们也是加一半就好哦，剩下一半下次再煮。接下来我们准备把它做勾芡了，那我们要使用的是玉米粉。我们不使用地瓜粉哦，我们用玉米粉。我们加大约1汤匙，再多一点，加一点水，稍微做搅拌。那使用玉米粉的好处呢，是它这个勾芡的芡汁哦，在你冷却之后呢，不会马上变水水的哦，它还是会有一种勾芡的一种状态。那我们加1汤匙的盐巴下去做调味，1小匙的盐巴哦，不用加太多。因为呢，这个乌龙面的汤底已经有些微的咸度在里面。那我们再让火再滚一下哦，确定一下这个肉啊，还有萝卜，
和这个黑木耳都已经熟了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准备来勾芡哦。先把这个芡汁拌匀。那在加的时候呢，就一点一点加，慢慢加。一边加呢，一边搅拌它。不可以是全加哦，就一次一点点，一次一点点，慢慢的加进去。那这个浓稠度呢，你可以自己决定哦，看你要浓一点或者是稀一点都可以哦。那我再多加一点好了。这个浓稠度哦，大概就是我们需要的了。好啦，那我们肉羹就差不多完成了。最后就加入我们的鱿鱼，鱿鱼是最后加的。加完之后就可以熄火了。那因为我们家都很喜欢吃鱿鱼，所以我们鱿鱼就给它全部加进去吧，一次吃个够。好了，那我们将这一锅鱿鱼肉羹就大功告成咯。好啦，热腾腾的一碗鱿鱼肉羹就可以准备上桌咯。那最后呢，不要忘了撒上一些芹菜，那这样就是一碗道地又好吃的鱿鱼肉羹咯。好啦，我们自己自制的鱿鱼肉羹制作完成了。自己做的鱿鱼肉羹用料比较天然，吃起来也比较安心哦。那相信我做得出来，你一定也可以哦。赶快去做一碗来吃看看吧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弟弟就定位喽。开动。汤，对汤，哇！最爱喝的汤。鱿鱼跟汤的鱿鱼跟油饭的鱿鱼是不一样的，因为鱿鱼跟饭的鱿鱼是粗粗的，然后加在汤里面；油饭的鱿鱼就是细细的，然后加在饭里面。好了，一个在油饭，一个在鱿鱼跟饭，组合起来变成油饭鱿鱼跟饭。好，我要吃鱿鱼了。这是在台南老街还吃得到的，好吧？但是又跑出一个油饭的那种细细鱿鱼。那是鱿鱼的脚。好吃。大家在吃的时候，记得要加这个醋。那我个人是很推荐这一瓶五香醋哦，它不只有醋的味道，而且很香，很好吃。我也要加。因为我们家的小朋友都不太敢吃加醋的，我不是不敢吃，上次我家里就不敢吃。宝贝，肉羹。你又吃完了？我再给你一个哦。而你有碰过醋啊？你看，我把它弄掉。吃这种东西哈，羞羞的，非常适合配这个冰水。我觉得我们自己做的肉羹啊，真的比外面的肉羹好吃。我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我们自己做的肉用的比较好，然后那个机器把它打得很我就僵，很有名，比外面的老街还要有名。所以我们这是里面的老街。老街的老街。这种消暑的肉羹哦，软软的 QQ 的，这种肉不像通常那种肉，那种硬硬的肉，这种肉是软软的。开始偷拿我的黑木耳，然后陈一多一直要偷拿我的肉羹，成功偷到一个。哇，
咦，成功偷到2个。你还偷吃什么？我的已经被你吃光了。还要吃鱿鱼。哈哈哈！我弄给你。一定要帮爸爸做订阅、按赞哦。雷诺，你没有讲这个？这个是什么？你看看，感觉很好吃啊。 QQ 对不对？嗯，还有竹笋呢，但是我觉得还是这个比较 Q。肉跟杀手。